真相还是子贡像？奈克瑟斯的诞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部上映于04年，堪称奥系列最特殊的作品，究竟经历了什么？事实上，奈这部剧本身一路走来十分坎坷。从播出时间当初由迪迦开启的奥系列黄金时间的晚6点档，到奈这边被挤压到了早7点半的晨间档，流失了相当一部分观众，同时再加上风格的骤变，因此收视率极度低迷，而且经费的严重不足以及电视台后期节目的改版，都导致不得不给下一年的麦克斯留下充足的档期。这些原因直接造成了奈克瑟斯后半篇章的腰斩。可以说，早期的奈就是彻彻底底商业上的失败者。但所幸优秀的作品，时间会证明其含金量。当初的孩子总会长大。再回看这部剧，发现奈克瑟斯确实有其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就是关于受众人群的争论。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奈克瑟斯本身的官方定位确实是子贡像，但由于奈克瑟斯与同年的电影奥特曼都是脱胎于 N 计划这项企划的，而这项企划简单来讲就是保证原本受众的前提下，以扩大奥系列的年龄层为目的。因此奈克瑟斯制作的时候就带着联动电影的世界观以及扩圈的使命。而奥特曼这部电影本身的内容就以真实感和严肃风作为主要要素，所以奈克瑟斯从风格到内容都一反常态，形式上更是使用了前无古人的纯连续剧形式。当其他奥的结尾是下集预告的时候，奈居然是未完待续，这也是官方的小巧思，给人一种纯正剧的感觉。所以其实奈总体上就是一部虽然官方定位子贡，但内容上由于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偏向于全年龄，甚至某种意义来讲更偏向青年口味的作品。而且其实大家不用纠结它的定位，因为我一直觉得子贡本身就很有含金量，特别是大家都爱看的作品，因为只有真正好的东西我们才会想给小孩子看，更别提那个黄金年代的创作者们本身强大的创作使命感。那为什么我说这部作品很多时候更适合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看啊？首先就像我说的，虽然当初从导演到制片上下都是想保住孩子的基本盘的前提下扩宣，但实操下来确实很多时候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讲用力过猛，尤其是第一集就开始展示一身兽吃人的画面，后面更是屡见不鲜。后续更是在观众的角度来看完美践行黑暗森林法则，把以往默认为战友的奥特战士折磨得死去活来，大人看了都容易红温呢，就更别说小孩了。更是在从第10集开始连续整好几集恐怖片，甚至这种阴间的 BGM 配上一些画面，别说童年阴影了，那胆子稍微小点的估计成年也得阴影。但为什么我又说重温奈克瑟斯却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呢？其实很简单，在看似黑身残的情节背后仔细品味，却发现这部作品真正所传达给我们的是那坚不可摧拥抱明天的顽强意志力。没错，如果一部作品只有黑身残，其实算不得多么稀有。而奈克瑟斯这部作品的核心也并非散布绝望，就像小周何塞导演曾说过，很多剧集的黑暗是他有意为之，因为现实的黑暗远比剧中更甚，所以他是带着让孩子们提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一面，这种目的去拍摄的。子贡像并不代表骗小孩，这是奈克瑟斯创作团队的初心。与其让孩子们带着单纯与懵懂去接触复杂的社会，不如借着子贡为主老少咸宜的奥特曼提前告诉孩子们这一些。也许当时看不懂，但总有一天当初只觉得恐怖害怕的孩子们逐渐看到了作品的另一面，与其逃避一些负面的东西，不如去拥抱它，面对它，直到克服它。这是制片人涩谷浩康想要给未来慢慢长大的孩子们留下的东西。而现在的我可以看到当初迷茫逃避的孤门，却依然能够接纳悲伤的过去，克服挚爱离去的现实，迈向责任与理想的明天。看到误入歧途的沟吕木最后也能够自我解构，浪子回头金不换，心向光明迷途知返。他用自己的意志践行了救赎之道，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到肩负着沉重使命的纪时准最终与自己和解，接纳了自我。看到没有未来的千树莲最终亲手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未来。可以说现在的我看到的东西和当年只看到怪兽吃人，奥特曼好惨，这集好恐怖的那个我已经完全不同。我想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更是主创团队们当初的愿望。诚然，因为经费和档期原因，这部作品最终还是落得了后期腰斩的结局，历史已经不会改变。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也许它并不神，但确实是做到了当初团队所构想的，带领孩子们初步走向真实世界的奥系列作品。原来奥特曼也不是无所不能，原来奥特曼也可以在别人的眼里既不是战友也不是英雄。或许这很沉重，但也确实是事实。可是当疑云散尽，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时，希望之光依然可以冲破天际，冲破所有的束缚。最终不论是被清除了记忆的人们，一开始与奈克瑟斯为敌的人们，都站在了光的这一边。即便过程曲折，甚至一度生死攸关，但最终名为羁绊的纽带将人们再次连接，斩破虚妄并代代传承。看似黑暗的表面，却满是希望与救赎。或许正是这种任何绝境依然勇往直前的意志，才是奈克瑟斯这部作品被主创们定位为子贡像的原因。我只能说，作为粉丝很庆幸奥系列有这么一部特殊的作品，能够给观众们带来不一样的感悟。虽然这部作品一直有争议，我也不打算以一己之力改变些什么，但我依然觉得与其定义它是好是坏，不如去用心感受它的独一无二。我既从内容
容上感受到了编剧的野心勃勃，又从后期的仓促读懂了现实条件的制约与无奈。诚然，这部作品是不完美的，正如剧中几位一样不完美的势能者，更如我们这些普通的芸芸众生，即便本身不完美，却依然能够在曾经一次次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果敢坚定地告别昨天，积极勇敢地做好今天，努力追求更完美的明天，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同时向着更完美的自己大步迈进。这也正是我们喜欢这部并不完美的奈克瑟斯的理由，是吗？不知道现如今已经长大的你们对于这部作品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